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让叶家将重登丹塔长老席的条件告诉他，他既然答应了新兰要帮忙，就会尽全力去做。丹域中有5大家族，当初创建这5大家族的族长都是丹塔的核心成员。5大家族在丹域中拥有着非常强的势力，可以说在丹域中是横着走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丹塔就会对5大家族的年轻一辈进行考核。叶家的后代天赋一倍不如一倍，他们已经连续2次都没有通过考核。若是这一次再不通过，就会被彻底挤出5大家族。参加这种考核，想要通过的话，需要达到7品炼药师的层次。而叶家因为已经连续2次没有通过，这次必须要进入前3才算合格。见叶虫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萧炎让他将考核的事交给自己就好。但这毕竟是5大家族的考核，萧炎想要帮忙的话，还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。叶虫与新兰对视一眼，迟疑着说，到时对外会说萧炎是叶家的准女婿。萧炎脸色微变，觉得他这个主意太馊了。他倒是没有什么，但以后新兰该如何见人？叶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叶虫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啦。在叶虫和新兰的苦苦哀求下，萧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但也警告叶虫以后不要想用什么女婿的手段将他留在叶家，若是给他耍心机的话，到时候就别怪他不留情面。考核的时间在2个月后，萧炎越发感觉时间紧迫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他将所有的心神都投注在炼丹上。萧炎足足闭关了1个月，就在他还准备继续苦修的时候，叶家出事了。叶家之前走投无路，打算让新兰和5大家族中的曹家联姻，但因为萧炎的出现，叶家放弃了这门亲事。没想到原本并无意义的曹家竟然带人上门，执意要将新兰带走。曹家想要通过联姻吞并叶家，这次前来的就是新兰曾经意识的未婚夫曹丹，以及他带来的强者。曹丹带来的人中有1名斗尊强者苦衣尊者，他们想要以示欺人，却没想到叶家这边也有天火尊者坐镇。曹丹见用丹药无法让天火尊者袖手旁观，便拿曹家威胁他。恰好此时萧炎出现，说今日这人他是保定了。曹丹见到萧炎和小医仙，让他们仔细掂量一下，为了叶家得罪他们曹家很不划算。萧炎说，我连魂殿的人都敢杀，难道你曹家比魂殿更难对付？曹丹见威胁不了萧炎，转头威胁叶虫，说这次萧炎等人能帮忙，但等他们一走，叶家就要面对曹家的怒火。叶虫也知道现在的他们得罪不起曹家，但他更不想叶家被吞并。曹丹见自己的威胁不起作用，带来的人又被小医仙和天火尊者压制，脑子一转，提出和萧炎比试玩火。若是他输了，这门亲事曹家就彻底放弃；若是萧炎输了，就不能插手此事。曹丹对火焰的操控在曹家也是佼佼者，所以他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，但他没想到萧炎玩起火来更是厉害。2人比试完火，曹丹一下放出了4种他能操控的兽火。他嘲笑萧炎，让他以后和别人玩火要注意数量是很重要的。萧炎见他如此嚣张，直接放出了7连地心火和10种兽火，疯狂打脸。曹丹输了之后脸色十分难看，走之前他放狠话告诉叶虫，想要重回长老席是痴人说梦，又告诉萧炎丹会时曹家自会有人收拾他。曹丹走后，叶虫对萧炎千恩万谢后，告诉他曹家的妖女应该是回来参加丹会了。曹家妖女名为曹颖，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。当年她出生时，灵魂力量强到差点当场震死她母亲。15岁时，她被丹塔看中，成为丹塔的核心弟子。20岁时，她成为了曹家最年轻的7品炼药师。现在她刚好22岁。听到曹颖的履历，萧炎知道这将会是自己丹会上的一大劲敌。想到这些，萧炎的压力越发的重，火速进入修炼室闭关炼丹。萧炎在前往丹城的前一天结束闭关。叶虫近距离与萧炎接触，感受到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压抑，但萧炎却对自身的变化毫无察觉。他只觉得这些天自己炼丹时对于火焰的操控越发的精妙。天火尊者说，萧炎的灵魂力量在闭关中有所增长。灵魂力量并没有等级之差，但却有着境界之分。灵魂境界分为凡境、灵境、天境和地境。一些7品炼药师若是有机缘，可以隐隐摸到灵境层次，达到了这个层次，就可以赋予丹药灵性。从天火尊者这里，萧炎知道远古有可以修炼灵魂的魂技，他的心一下子就痒痒的，很想搞一份来修炼自己的灵魂。
萧炎一行几人在叶家的带领下来到了丹城。再过几天就是五大家族的考核，在此之前，萧炎需要考取一枚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。他们在叶家的别院歇了下来。深夜，萧炎见到院子门口的小医仙，很惊讶他怎么还没去休息。小医仙说：“薰儿在离开前可是嘱咐我好生保护你，你未曾休息，我怎能罢工？”小医仙眼波一转，问萧炎有没有跟薰儿说起彩铃的事。萧炎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，他和彩铃当初原本只是一场充满春意的邂逅，但毕竟相处了这么久，萧炎对他的确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感，尤其是彩铃又怀孕了。他已经离开了加玛帝国好几年，以蛇人族怀孕的规律，怕是小萧炎都出事了。萧炎唉声叹气，等下次见面他会将这些事告诉薰儿。小医仙安慰他，斗气大陆上三妻四妾并不是什么稀罕事，想必薰儿也不会有什么意见。萧炎知道薰儿在古族中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地位，到时候即使他答应，古族怕是也会以此为由出面阻挠。看出萧炎不想多谈这些，小医仙说好多年没有一起看夜色了，还是当年在青山镇的山谷中夜色更加漂亮。说着说着，小医仙就这么睡了过去。萧炎轻声说，等以后回加玛帝国了，我再陪你去那里看夜色。在给小医仙披了一件黑袍后，萧炎抬起头看向璀璨的满天星空，看着看着，他觉得丹域的夜空好像比起其他地方的充满灵性。萧炎静静地站在星空之下，双眼直直地盯着天空上闪烁的星辰。萧炎掂了3个小时后，缓缓闭上眼睛。他闭上双眼的瞬间，磅礴的灵魂力量自他的眉心处扩散，对着璀璨的星空蔓延而去。萧炎的灵魂如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，异常的舒畅。灵魂力量的蔓延持续了很久，等到萧炎回过神，发现灵魂视觉中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巨龙正盘踞着，他的身体上缠绕着一种紫黑色的诡异火焰。萧炎看到紫黑色的火焰，感到很熟悉。3000焰炎火这5个字刚在灵魂中响起，一道严厉的声音问何人胆敢窥视丹城心域。这个声音将萧炎扩散的灵魂硬生生炸裂散开。双眼紧闭的萧炎猛地睁开眼睛，目光紧紧地锁定在丹城内域的星空，那里就是封印着3000焰炎火的地方。就在萧炎为自己灵魂内充斥的灵气比之前浓郁欣喜的时候，丹域的虚无空间中，一堆老家伙因为有人窥探心域正讨论着。虽然他们不知道闯进来的人是谁，但加强防御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这次的丹会，这些老家伙都希望有人能将3000焰炎火收服，但这个人绝对不能是魂殿的人。大陆上不少炼药师的灵魂，甚至就连药尘都落在了他们的手中。当年丹塔3巨头之位本应该有药老一席之位，但他志不在此，却没想到最后被魂殿抓走了。现在他们倒是对药老的弟子十分好奇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